大家好，我是 Mike。本期视频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OpenCloud 最简单、最安全的安装方式之一，就是使用 Hostinger。那为什么我们要用 Hostinger 这种云服务商进行安装呢？那主要有三个理由，就是简单快速、安全，另外它也自带备份。那其实我们网上可以看到，大家很多安装方式都是本地安装。本地安装呢和云端安装各有各的好处。云端安装最大的好处就是隔离你本地的环境，不容易让这个 chatbot，比如说被黑了之后呢，会损失你本地的数据。那本期视频我们就介绍一下如何用 Hostinger 一键安装。那它的面板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尝试使用它。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在广域网上呢，其实它还可以安装部署你的网站。那我们就一步一步开始来讲吧。好的，观众们，如何在 Hostinger 上部署 OpenCloud 呢？这个可能比你在电脑上要自己做要更简单。那如果你想看如何部署的话，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快捷网址，打开这个网页，就是 hostinger.com，然后是斜杠 slash 麦克虫10这是10%，也是一个优惠码，大家可以复制粘贴。打开这个网站之后呢，你可以改成比如说你喜欢的语言中文啊，然后我们就选一个套餐一般来说我们就选前2个就可以了你根据你的需求当然未来也可以升级。点击部署之后呢，就进入了一个支付页面。在支付页面呢，我再次提醒大家检查一下有没有优惠如果没有优惠的话，一定要在这个想使用优惠码的地方呢，点击粘贴这个麦克虫10，你就可以获得10%的优惠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赞助商这个 Hostinger 也欢迎你来使用。那我个人是和朋友们都在用这个来部署你当然也可以选择1个月的账期，也可以选择多个月的账期另外就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选择不选择它的就自己的专用的人工智能，然后还有网页扎取这里呢，我想给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每日备份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选择每日备份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丢失数据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继续，之后就可以构建这样一个订单了。这个订单呢，你可以用你的银行卡呀、PayPal 或者是支付宝支付非常简单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支付相关的问题，欢迎你在评论下方告诉我。那这里呢，其实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 Cloud 在这个平台上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也就是它的面板上的 AI 助理。比如说你看在右下角有个这个叫 Cody 的这个 AI 也是非常好用的，它也可以回答你非常相关的问题。那假设你在 Hostinger 上面可能已经有开好的服务器，你想去配置，或者是你想选择你想用的应用程序，其实在它的这个 hpanel.hostinger.com 呢，你也可以搜寻这个叫 OpenCloud，然后点击 OpenCloud 呢，也可以去安装这是除了你直接支付之外的另外一种方式。那 OpenCloud 安装的时候呢，其实要选很多，比如说这个叫 Gateway Token 这就是你打开的密码这就是你访问它的面板密码，然后 WhatsApp 和 Telegram bot 的 token。那如何使用 Telegram 呢？其实你在 Telegram 呢寻找一个叫 Botfather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聊天机器人，然后你给他发一个消息，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创建一个 Telegram bot。那我们先不配置这个为了保持简单，然后我们点继续，然后之后呢就是Hostinger 就在配置你的 VPS 了。那其实你安装过后呢，它会有一个这个 survey，然后也是问卷，你可以跳过，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默认打开这个 OpenCloud 的这个项目了。然后它其实是一台服务器简单来说一下，一台服务器，但是里面呢，它其实是有 Docker 的Docker 呢就是另外一层虚拟化，相当于我们把它装在一个更安全的沙箱里面，然后我们就点开这个打开按钮，然后这就需要我们刚才找这个Gateway Token 了其实我刚才应该有复制我粘贴一下是不是可以试一下那我就去 reset 一下，如果你没有继续的话，那就 reset 一下。那如何 reset？ 其实这里呢，我其实发现还有个网关令牌然后你点击网关令牌，再打开这个叫 dashboard， 然后再点 login 的话，就已经可以登录进来了。然后这就是 OpenCloud 的比较新的一个版本，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所有的信息，也可以跟 AI 进行聊天这里我刚才看它是有 AI 的，然后我们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它这个 OpenCloud 它回复了我，对吧？那么下一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没有买 AI 去怎么办呢？那就是配置一个
比如说 ChatGPT 的 Codex 或者是 Cloud Code 啊，那这边怎么配置呢？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有一个 Open Cloud 的容器，对吧？然后这边还有管理按钮啊，你可以管理它就相当于一台虚拟电脑一样，它会加载出来，然后会有各种东西。但是我们这里呢，其实要用到另外一个东西呢，其实叫在管理的旁边应该是，然后我们可以找一找，应该是这个终端按钮啊，终端按钮我们打开之后呢，它就是一个黑色界面，看起来很吓人，对吧？那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几个命令啊，一个就是 docker 空格 ps，然后你会找到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运行的虚拟机，就是一个虚拟世界里面运行的 Open Cloud，这样更安全。那第二个命令呢，其实叫 docker exec 啊，exec 是执行的意思，然后打一个减号，然后是 it，然后这里呢，你可以复制这个 container ID，你看这是一个随机数啊，跟你的电脑可能是有关系的啊，然后我们就粘贴过来，然后再打一个，比如说空格之后是打 bash。有看过我视频朋友应该是对于这个命令行比较熟悉了。那我们打完之后呢，其实你就进入了 Open Cloud 的一个命令行，你可以看到它前面是不一样的。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打 Open Cloud 这个单词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它就会稍等几秒会打印出来很多东西。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做这个如何去配置你的 OpenAI 的Codex，那就是要打 Open Cloud，然后空格 config 配置。然后这个配置之后呢，你就可以打开它的配置列表，然后它会告诉你是如何配置。然后我们第一个就要选 local，然后呢之后呢我们要选这个叫model，也就是第二个用键盘上的下键，然后选择 model，然后后面呢我们就要找一个叫 OpenAI 的这个配置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搜索它现在还不能搜索，我们只能按下键键盘的下键打开这个 OpenAI。然后它就会有几种办法，对吧？第一个是 API Key，第二是 Codex Codex 就是包含你的免费版 ChatGPT 和付费版的 ChatGPT 然后我们就选 Codex，因为第一个的话是更贵的然后我们点了它之后呢，可能稍等一下，它会说，哎，它觉得它打不开网页或者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网址复制到你的浏览器里面，然后就打开一个新的标签页，然后粘贴这个网址。然后稍等一下的话，它就会让你过来去登录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OpenAI 的账号，然后我们就点使用 Google 账户，然后我就使用我的这个麦克虫的账户去登录它是一个免费账户那如果你没有买没有关系可以点继续。继续之后呢，你会发现突然间它报错了，对吧？其实没有关系，这是是需要这个报错的。你可以看到这个 localhost 这个网址，然后你一定要全选，然后复制。然后回到我们的 Open Cloud 这个 terminal 我们找一下在这儿。然后他说你要复制粘贴这个所有的这个网址过来，是 localhost 你看冒号1455，你可以看到。然后这时候我们回撤一下，然后他说配置成功了已经。然后我们如何去测试呢？这时候先别着急我们需要按回撤，因为它默认选中了 GPT 5.4但是你如果为了省钱呢，你可以按键盘上下键，然后选中这个高亮的部分呢，然后你再按下空格，然后再回车，就可以选中这个 GPT 5.4 mini 了。那当我们回到这个主页之后呢，也需要按到键盘的上键或下键上键比较快，你可以选到最后的这个 Continue Down，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使用 OpenAI 的这个 Codex 的模型了。那最后一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Hostinger 它为什么好用尤其是对于技术不太进阶的你来说。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 Hostinger 的 Open Cloud 功能就是快照和备份。那你可以通过升级呢，就是每天进行一次备份这样的话，你即使哪一天发现你的 Open Cloud 坏了，你可以直接回滚一键回滚到你之前的备份当前备份计划，比如说是每周都可以但是每日的话，那可能就贵一点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服务器使用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是你买了一台这个云端的服务器你其实是有一个公网的 IP 地址的这个就可以做很多东西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Docker 管理器这边呢，其实可以找很多东西去安装。比如说这边有个类目类目的话，比如说我这边要部署一个叫 WordPress 博客或者 Ghost 博客的话，你可以点击
然后再点部署啊，就可以它这边就直接给你起来一个博客项目了啊。这是你在 Hostinger 上做这件事儿的好处啊。那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个呢？其实是我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朋友本来也尝试了 Mac mini， 但是有时候有点麻烦，也担心安全问题，最后选择了这家云服务商，那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简单好用，尤其是你要尝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用起来这个，然后它也不需要你去担心太多的安全问题，也就是点几下鼠标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说你想去 OpenCloud 上连接你的 Discord 或 Slack，也欢迎你观看我其他视频它都非常简单。那我们也可以访问一下这个刚刚部署的 Ghost 博客这就是在公网上部署一个网站，就基本上是点几下，就像我们部署这个 OpenCloud 一样，非常非常简单那我们就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如果你对相关话题感兴趣呢，也欢迎你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那我做这个视频呢，也是为了解答非常非常多这个观众的疑问有时候比如说网络不好用我电脑有时候关机怎么办？那这个云端的这个服务器呢，就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全新的尝试。那我推荐这家云服务商呢，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用，我自己也在用比如说我的这个Hey Raven， 我的 ScreenKite，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录屏软件用的这个服务器都是在 Hostinger 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很想去快速实现 OpenCloud 的部署的话，我非常非常建议你使用它价格也真的是非常合理。感谢你的观看，我是 Mike，我们下次再见，拜拜。